咱们今天再来做拼装 MD004号的锋刃哦，彩色的说明书直接翻的风雷原版的那一张，板件的内容跟原版看起来是差不多的，玉涂装的位置做的还是挺精致的，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溢漆。面部的红色条纹这地方涂的还可以，包括这些件的玉涂装界限都还是挺分明的。彩透的零件，其他板件的精度、刻线，目前看起来问题都不大。我们也是来拼装一下，看看这一套完成的手感如何。看一下这个契合度的问题。之前风雷原版设计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地方是要靠一个劲儿别进去的，当时挺难安的。来看这一回，哎，还算轻松，腰部就扣进去了。然后咱们把这个板娃子嵌进去。我个人感觉啊，最好这两块零件稍微的用抛光棒抛光一下。哎，别问为什么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脖子球腕位置在原版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难安进去的，因为原版的这个球腕太硬了。这一回我还专门没有安左右的两个装饰的零件啊，当时别的时候可费劲儿了。哎，这回软硬这个料子的材质舒适度还行，而且也不会特别的松。很轻松的就嵌进去了，脖子装好，再安左右的两个装饰零件。另外还有腰部的这个关节，当时也是很硬的，怼一下，哎，舒服。哎，好，我们也是把这款赛博坦始源魅魔给它拼装完成了。整体来说吧，拼装过程的这个体验，我感觉比风雷原版的那个要舒适一些，尤其在腰部的球腕。脖子的球腕这些地方原来插的时候会很生涩啊，也是费大力气拧进去的。这回的 MD 版在这些地方的用料更加的柔韧了一些，所以插起来会很舒适，而且松紧度其实也并不差，该定位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这一回没有做那种多余的嘴部刻线，眼睛这个地方的细节里边的刻画也有做出来瞳孔的味道。身上的这些贴纸啊，锋刃是要比R系多一些的，而且这个贴纸的质量其实从R系开始就挺好的，粘性很强，再加上整个的一个涂装效果，玉涂件做出来的质感也是非常棒的。还记得我在拼装过程中说，把这两个零件用抛光棒打磨一下，明白意义所在了吧？哎呦，这个小板娃，这个还是个爱心形状的，哎呀。而且吧，板件的这个光泽度看着还不错吧，关节的阻尼感也算是比较舒适了。正常的摆一些造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当然嘛，这些关节地方，风雷原版的设计就是这种侧面的单轴啊，所以把玩起来其实也要小心一些。还有就是腰部这里边的这个关节啊，其实在原版设计的时候，这地方就特别的纤细，所以把玩的时候也要小心一些。好在呢，这一套的一些关节阻尼感不是特别的死紧的那种，所以把玩起来应该问题不大。原画设定的这个锋刃胸并不大，但是这个水滴状翘起来的这个弧度还是很漂亮的。腰身的曲线刻画，包括这个臀部圆滚滚的感觉，哎呦！这一块啊，其实我觉得也应该用抛光棒抛光一下，亮亮的质感会很好。尤其这一款的设计，它的屁股肉是分半的，所以呢，你在腿部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角度的时候，记得把这两片稍微的往下压一点点，哎，这个贴服的效果就更好了，短短的感觉。后背的小翅膀造型轻薄纤细，玩的时候也是小心一些啊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碍眼呢，直接把它拔喽。解锁开更大的可动姿势，所以理论上这一款的可动关节幅度也是非常夸张的，甚至可以摆出这种仿舔行者的行走方式。哇，看这个胯，哎，这个屁股蛋，哎呀，很好啊。对，这个姿势主要是为了致敬《生化危机》嘛。那如果之前的R系被称之为赛博坦魅魔锋刃嘛？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呢？所以同样是60几块钱的价位，锋刃不同于R系，虽然它出的更晚，但是它的设计会更古早，有一些地方的结构不如R系那么成熟。但是好看的妹子谁会嫌多呢？之前R系的两款配色，我也是尝试着更换了一下部分的零件啊，变成这种黑色的紧身衣，
还有这个逆兔女郎装，其实这样搭配出来的效果，个人感觉会比原色那样配出来会更有味道。而这一次的锋刃虽说是一个原色的版本，并没有做精涂或者其他的异色处理，只是原汁原味的还原了风雷模型原始的一个画风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圆圆的屁股是真的已经很骚了呀！再加上60块钱左右的售价，这个性价比你就想着吧。我相信肯定会有一帮老师傅们拿这个锋刃再去各种各样的自己 DIY 重涂，那这个成本也是继续降了下来。也相信后续 MT 这家应该还会出锋刃的异色版本，各种的配色零件到时候再混搭拼出来，又是一种别样的味道。总体来说，手感素质比起之前的阿尔西有大幅度的提升，用料材质也比之前风雷原版的那个扣起来要舒服很多，而这也是 MD 的一大优点，它贴纸的胶性会非常的不错，尤其对于这么细小的金属色贴纸来说，贴上去的效果还是很棒的。再怎么样，就眼前的这4支，你把它所有的价格都加起来都没有一套原版的贵，所以想要 DIY 想要动手的这些老师傅们可以随便的下刀了。那么得了，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